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邓为的3部待播剧《疯批》《权谋》《上神》3部棋，每一部都在撕碎涂山璟的标签。娱乐圈有个怪圈，老天爷赏了你一碗饭，你最好就端着这只碗一直吃，别瞎折腾。换个碗，可能连饭都没了。但偏偏有人不信邪。大半夜的横店，气温能把人冻僵。一个男演员拍完一场表白戏，导演喊卡了，他自己一个人蹲在角落里10多分钟没缓过神。我那个在剧组摸爬滚打多年的哥们当时就在旁边，他说那场戏绝了，满眼都是算计，又狠又可怜。哥们抽了口烟跟我感慨，看他那表情就知道这小子不想只靠脸混饭吃了。这人叫邓为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这小子是靠《长相思》里的涂山璟火的。那个角色什么样？干净、温柔、隐忍，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白月光。粉丝爱惨了这种人设。按理说，走红之后的剧本应该像雪片一样飞过来，全是那种闭着眼睛都能演的甜宠剧。平台乐意给钱，粉丝乐意控评，舒舒服服躺在舒适区里捞金，他不香吗？但他接下来的动作让人实在看不懂。他连走3步险棋，步步都在拿自己的职业生涯砸着玩。先说2023年那部《云秀行》，这剧的命运简直就是内娱现状的缩影。邓为在里头演了个两面派，表面温润如玉，骨子里是个操控一切的疯批反派。上一秒笑盈盈，下一秒地毒酒，顶着同一张脸演截然相反的恶人。这就是冲着砸碎温柔招牌去的。团队精明得很，就是要搞精准自毁。结果呢？碰上版权扯皮，审查卡壳，资方之间狗咬狗。这部剧在仓库里整整落了3年的灰。3年啊！在娱乐圈，3年够一个顶流胡透，也够10个新人出头。演员自己的事业周期都转了2轮了，他还在那挂着待定档，直到最近才透出风声，说6月下旬要在爱奇艺和优酷播了，300多万人预约。大家都在等那个温柔的叶17怎么变成冷血变态。这哪是演戏，这分明是拿自己的人设在赌命。如果说第1部是赌，那第2部风月不相关，简直就是跳火坑。这戏听着牛气冲天，陈嘉上当导演，惠英红、胡军作配，邓为第一次正儿八经扛起大男主的大旗，演个敌国之子。可现实给了他结结实实一巴掌。开机没多久，出品方就被强制执行了200多万。剧组穷得快揭不开锅，停拍了7次，最长一次半个月没动静。横店40度的高温，大夏天，邓为穿着5斤重的铠甲加上毛领披风拍外景，全剧组就他没有降温设备，最后硬生生热中暑送进了医院。剧组的人还在旁边阴阳怪气的嘲笑。这还不算完，大男主的戏份被剪得七零八落，全挪给了女主和配角，单人戏份只剩下可怜的10%几。天天飞夜改剧本，化好妆坐在那等，结果通告取消，连平台方爱奇艺都看不下去了，觉得这剧本魔改的亲妈都不认识，直接撤了一部分资。最后剧组只能把拍到的素材强行凑合剪出来送审。现在这部剧悬在待播榜上，谁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烂摊子。但你看那些流出来的花絮，雪地里他跪了1夜，膝盖全渗着血，还在那笑着说台词。你能说他没下功夫吗？可在一个散架的盘子里，你就是头拱的拼了老命，端不上桌也是白搭。大男主的本子从来就不等于大男主的保障，资本玩砸了，演员就是第一个背锅的。摔了这么大个跟头，他还没停。第3部戏来了，百妖谱，郭敬明导演，爱奇艺 S+ 的奇幻大作。
郭敬明这3个字一出来，大家懂的都懂。但你不得不承认，郭敬明拍男人那是真有一套，那种华丽到近乎神经质的审美，跟邓卫的古香简直是严丝合缝。邓卫这次演个清冷贵气的上仙。有意思的是，女主角从赵露思转到黄多多，换了5、6轮都没定下来，男主的名字就死死定在那儿。你把这3部戏连起来看，就会发现一个特别狠的逻辑。第1部演疯批，砍掉温柔的滤镜；第2部演狠戾皇子，撕掉男2号的标签；第3部演清冷上仙，断了靠炒 CP 带货的后路。3个方向，一刀一刀，全砍在那个让他爆红的涂山璟身上。他不想当一辈子的叶17，他想当邓卫。可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，这套玩法太悬了。捧红他的那波人，爱的就是那个温柔的白月光。你现在偏要冷着脸演反派，人家可能直接扭头走人，丢下一句没感觉了。这就是最残酷的市场规律。观众从来没有耐心陪一个演员去成长、去转型。这几年，大家都在抢安全牌，谁敢轻易动自己的基本盘？在一个混乱不堪的行业里，他一边踩着雷，一边硬着头皮往外冲，躲开舒适区。说起来容易，真干起来那是掉皮掉肉的。那个深夜在横店墙角蹲了10几分钟的年轻人，其实就是在跟自己较劲。这股劲儿，就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凭真本事站住脚。这3部棋走完，到底能把他推上真正的演员席位，还是让观众彻底不买账？或许观众打一开始就没打算让那个温柔的叶17消失。